据说这里就是埋葬关羽头颅的地方，里面有关羽画给曹操的一幅画，有乾隆和慈禧的题字，有岳飞为关羽画的画，有关羽的贴金圣像，还有关羽夫人子女的雕像群。这里就是洛阳关林。这里就是关林了，从我驻车的颐和湿地公园过来大概只有4.4公里。在大门广场的正对面还有一座戏楼千秋见，5开间的大门，在门页上呢还有9981颗门钉，这是最高级别的待遇了，因为它是95至尊嘛。在古代的丧葬文化中，帝王称陵，圣人称陵，高官称冢，名人称墓，平民称坟。关羽被尊称为武圣人，所以埋葬他的地方被称为关林。历史上的武圣人有3位，唐朝的帝王尊称姜子牙为武圣人，明朝开始帝王们尊称岳飞为武圣人，后来关羽慢慢取代了岳飞，成为了第3位武圣人。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明清时期在山西就有1万多座关帝庙，全国上下有10万多座。如今保留下来的名气比较大、香火比较旺的，主要有关羽的出生地山西运城亥州关帝庙，埋葬关羽头颅的河南洛阳关林，埋葬关羽身躯的湖北当阳关林，另外还有福建泉州的关帝庙。进来大门之后，左右两边分别是刀亭和马亭，这马亭里面就是关羽的坐骑赤兔马了。赤兔马可以说是马中的豪杰，它的身形矫健，毛发如火般赤红，奔跑起来风驰电掣。他伴董卓显威风，扶吕布惊天下，随曹操成赠礼，助关羽立战功。据马中留英名，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称。这另外一个亭子放着的就是关羽的兵器青龙偃月刀，82斤重，目测已经超过2米高了，根本就抬不动但是在古籍中并没有关羽武器的记载，只在《三国志》里有那么一句话：策马刺梁于万众之中。一个刺字，大家就猜测关羽真实的武器很可能是长矛或者是长剑，所以才能够刺。这第2道大门是叫做仪门，在明朝的时候这就是正大门了，现在叫做仪门。上面有块牌匾是慈禧太后题写的，叫做威扬六合。慈禧太后对关羽极为尊重，她喜欢看戏，宫中上演关公戏的时候，只要关公一出场，慈禧太后就会站起来，然后再坐下，以表示对关羽的尊崇。慈禧太后当年来到这里瞻仰完陵园之后，不禁感慨万千，并亲笔题写了8个大字：威扬六合和气壮松高2块牌匾，另一块是在里面，而且还捐了1000两银子作为修缮款。威扬六合的意思是关羽的威名远扬天下。在仪门的2侧各有一幅画，在东侧的墙壁上是关圣帝君像，据说这是当年岳飞非常仰慕关羽，亲笔画的一幅画，后来刻到石头上。上面的内容是关羽骑着大马，拿着刀，威武潇洒。关羽被称为武财神，所以这幅画也被老百姓称为马上来财。以前的老百姓都来这里拓印，拓印回去之后装裱起来挂在家里，现在因为保护文物就给罩起来了。在西侧还有一块石刻也是被罩起来了，这幅画就相当有创意了。在看这幅画之前，要先了解一个故事。话说关羽为了保护皇嫂被曹军俘虏了，曹操很欣赏关羽的英勇善战，忠肝义胆，就请汉献帝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并且赠送金银珠宝还有美女，千方百计想让关羽归顺。然而关羽却一心想要去找结拜大哥刘备，身在曹营心在汉。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关羽心生烦闷，在院内舞刀，就看到月光之下有很多竹子非常好看，高风亮节，虚心傲骨，就联想到自己的处境，感慨万千。回到屋内就画了这样一幅墨竹图，竹子画得枝干如铁，墨竹如剑，迎风傲雪，而且竟然用竹叶拼成了一首诗。大家仔细看：不屑东君意，丹青独立民，莫嫌孤叶淡，终究不凋零。这不仅是一幅画，也是一首诗，画和文字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说明关羽这个人非常的有才。
他想借这首诗来表达自己对刘备忠贞不阿，把这首诗送给了曹操。后来这幅一字一画的图就被称为关帝施竹图。穿过仪门，我们就可以看到拜殿了。这里还要经过一条30多米长的过道，两边还有很多狮子。这是自古以来人们拜祭关公的路，也被称为生财之道。这座拜殿也叫做启贤殿，是关林最宏伟的建筑，修建于明朝。建筑上方悬挂着生灵鱼硕的匾额，这是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意思就是关羽的声威和神灵非常显赫，气壮松高，是慈禧太后题写的另一块匾额，意思是关羽的气节和壮志如同嵩山一样高大。大殿内供奉着关羽的坐像，圣像贴金，眼神坚定，头戴冕旒，身穿龙袍，手持护板，神态庄严，栩栩如生。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关羽是一介武夫，怎么能够身穿龙袍呢？那是因为历代帝王对关羽的追封，曹操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刘禅追封汉缪侯，宋朝追封武安王，清朝追封关羽为关圣大帝。你看，这都得到了历代官方的认证，那肯定是可以穿龙袍的了。来看看这块碑，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临，这是关羽的封号。帝王们几乎把这世间所有的好词都给到了关羽，足以见得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宫廷，关羽的地位都是极高的。看看这里这么多碑，多到关羽自己都记不清哪块碑是谁送给他的了。再往前走就来到财神殿了。财神殿里面供奉的就是刘关张，他们桃园3结义，彼此信任，患难与共，生死相随，成为了人们心目中兄弟情谊的理想模式。关羽之所以被称为五财神，是因为当年曹操为了笼络关羽，送给他很多金银珠宝，可是关羽一心只想找哥哥，哪能平白无故拿曹操的东西呢？为了方便退还，他就自创发明了簿记法，原收支存记得清清楚楚，方便以后把这些钱财如数退还给曹操。这个举动一不小心就造福了后世，启发了人们理财记账的思维。在财神殿的东侧就是娘娘殿了，里面的塑像就是关羽的夫人。传说胡夫人擅长医术，隐居到山林中采草药，为老百姓治病，就此扶伤无数，老百姓就尊称她为关娘娘。在财神殿的西侧，里面供奉的就是五虎上将，分别是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关林最后的一座殿宇就是春秋殿了，现存的建筑是建设于清朝嘉靖22年，里面有关羽的睡像，所以这里又被称为寝殿。睡像的对面就是关公夜读春秋的塑像。在春秋殿的门口还有4棵柏树，有其中2棵非常有意思。这一棵是叫做龙旋柏，它就像一条巨龙一样旋转向上。旁边有一棵叫做凤尾柏，你看它3个尾巴向上，像不像是凤凰的尾巴呢？这2棵放在一起就是龙凤呈祥了，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寓意。那最后我们来看看关羽的头颅埋葬在哪里。这里就是汉寿亭侯墓。关羽当年被孙权派出的吕蒙大军突袭，败走麦城，最终被东吴将领马忠给擒获杀害。孙权的人杀了关羽之后，为了转移刘备的仇恨，就将关羽的头颅送给了曹操。曹操这么聪明的人，当然能够识破孙权的嫁祸之计。曹操就以诸侯之礼，将关羽的头颅厚葬于洛阳，也就是这里。孙权又以王侯之礼，将关羽的身躯安葬在湖北当阳。所以说关羽是头枕洛阳，身卧当阳，魂归故里。他的老家是在山西运城。现在围绕着关林转一圈，这个封土堆起码都有大几百平方米。这关林的上方是种满了松树，显得郁郁葱葱这座关林跟我到过的很多大的林木还是不一样你看它的石像生是围绕着封土堆来摆放的，而很多大的林木它的石像生是放在墓道的两旁。关林的石像生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是后期重新雕刻的了。不过前面这一对石马看起来还像是原物，看起来它比较旧，而且在马嘴这里也是断裂过，后来重新修复了。这里还是水泥呢。据说当年关羽的头颅就是埋葬在这里。这里有一个小门，
据说这个门经过了1800多年，从来没有被打开过。神奇的是，这个门上竟然有2个小洞，左边代表平安，右边代表富贵。有很多游客在2个小洞那里分别投入了一个钱币，听声音，钱币像是掉入了一个金属的脸盆上。你相信这个门从来没有被打开过吗？那关羽的首级是否真的埋葬在这里呢？参观完关林之后，我又驾车来到了洛阳市区东北方向的关庄村。这里距离关林有24公里，驾车需要38分钟。就是这个位置，曾经被传出土过关羽的首级。这个地方也是当地百姓认可的关羽首级的真正安葬地。前面这个村落啊，就是关庄村。现在这个位置呢，在地图上啊已经被标注为关公冢了。旁边还有一条河流，这就是洛河。这座关庄村啊，规模不大，人口就只有1400人。这里的人呢，并不姓关。也许啊，这个村民的由来呢，是跟这座墓有关。这里后面有一个封土堆，前方啊还有一座关羽的雕塑，是被绿色的布啊给包裹着。那么这里呢，就是当地人呢更为认可的关羽首级的安葬地。当地百姓又为什么坚信呢？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点，这里曾经出土过明朝隆庆时期的一个墓碑，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述着这里就是关羽的墓冢。很可惜的是，后来因为水患，把这个墓碑给投入到水中，沉入河底，无处可寻了。第二点，在上个世纪80年代，这里曾经被保护性的发掘过，里面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尸体和一个头颅，墓室凌乱。一具完整的尸体非常好理解，很可能是一个盗墓贼被同伙遗弃在里面了。重点是那一个头颅，这个地方很早就传出来是关羽首级的安葬地，又偏偏出现了一个头颅，难道只是机缘巧合吗？第三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据史书记载，关羽头颅的安葬地是现在汉魏洛阳城以南的5里处。大家可以打开地图看看，就会发现这个位置和史书的记载非常吻合。当时出土的不仅有头颅，还有象牙碑等一系列文物，但是很多文物的流向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如果还能寻得那个头颅，说不定还可以通过高科技复原疑似关羽的真实容貌。大家觉得这个墓冢有没有可能就是关羽首级的安葬地呢？不过我们也不要急着下定论，我们先来看一下关林是如何描述的。洛阳关林是始建于明万历年间，到了清朝时期又经历了大规模的修缮，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关林，它的历史也就300-400年。有一点很重要，明万历是晚于明隆庆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原来发现的明隆庆时期的石碑要比关林的早。关羽雕像的前面呢是有一个供桌，后面4个字忠义千秋。这尊雕像啊，关羽是拿着青龙偃月刀，这后面是刻着关帝的圣训：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封土堆啊，规模已经很小了，它原先呢规模是很大的。那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少了呢？原因呢，就是在上个世纪末啊，有很多本地的村民呢，在这里挖土烧砖，在这旁边呢，原本还有一个砖窑呢，现在已经被泥土啊给填回去了。在关羽雕像的左下方啊，还有一个巨大的磨刀石，这个应该是给关羽啊磨他的青龙偃月刀的。在关公冢的旁边啊，还发现一块碑，过来看一下啊，看看这上面是刻着什么。这块碑上是刻着汉寿亭侯立封武安王，挟天护国，忠义大帝关胜之墓。看一下落款啊，时间是中华民国23年。这块碑应该是复制品，因为后面呢是刻着洛阳关庄村全体村民，公元2023年农历6月18日复立。关于关林还有2个民间故事。第一个故事，明万历皇帝要为关羽大修墓冢，就让太监来到洛阳勘察位置。
恰巧这个太监就是关庄村人，担心百姓赖以为生的土地被侵占，就对万历皇帝谎称现在的关林就是关羽墓的位置，就此好心办坏事，闹了乌龙。第二个故事就更加玄幻了，说的是解放前夕，洛阳的关林曾被大水冲开过，有大胆的人就顺着墓道下去了，发现里面的墓志铭是一个非关姓的将军，也就是现在的关林墓种是有争议的。大家觉得这两个民间故事的可信度有多高呢？这么有争议的问题，关林又是怎么回应的呢？关林那边说，这个关庄村的墓种其实是关羽后代关朗的墓，但是在山西已经发现了关朗墓，并且还有后人来祭祀了。如果说这个真的是关羽后代关朗的墓，那为什么偏偏只埋葬了一个头颅呢？难道关朗也是身首异处吗？史书上并没有记载。这样一来，好像我们所有的推论都指向这里是关羽头颅的真实安葬地。那您又是如何看待的呢？